现在触碰的是川端康成山之音的诞生现场。如果绝世之美只能存在5秒，还值得专程去看吗？在京都岚山，我们找到了答案。这是京都岚山佑哉亭神秘的艺术现场，以整座山为画布，让风水光影都成为创作者。700年前贵族吟诗的地方，如今一位染师用流动的色彩续写着日日不同的和风美学。7月的岚山本该人潮汹涌，佑哉亭却意外清幽。我女儿以及另外2位不知名的知音共享整座艺术殿堂。染师于塞先生见到我手腕的护具时，像老友般询问伤势。后来才知，这位画了几十年水彩的长者，正是让传统孟彩染技艺风靡欧洲的当代大师。黑色漆基倒映着窗外的山色，悬挂的薄染布在风中即兴起舞。这里没有2帧相同的风景。初夏的浓绿被风裁开，阳光在宣纸上随机晕染。主人珍藏的40窗外，正是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的意境。而我们遇见的不光是夏日的凉风，还有满是流动的翡翠。看介绍，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件活文物。800年前曾是龟山天皇的离宫，明治时期文人雅集之地。川端康成在此写下《山之音》。庭院的水墨游戏令人屏息，毛笔轻点池面，墨色倒映便晕开成写意山水。大小染缸奏响水之乐章，忽然发现某只缸沿蹲着偷听的青蛙，这让我想起儿时暑假在雨后的水洼边同样的好奇。7月初，猴山上好多小猴子吊在妈妈身上，好可爱。
蓝山的竹海、猴山和豆腐宴固然经典，但最惊喜的是转角遇到的糯米冰棍儿，就像幼栽亭，总在传统里藏着俏皮的心意。观光小火车一路穿越峡谷，风景并不太迷人。下车后，田野传来儿时记忆里的闷雷。忽然意识到，没有永恒的完美，却无时无刻不美。当现代染色技法遇上京都禅意，当150年的染缸盛满21世纪的雨声，这便是这一日在蓝山的体验。不在于追求定格的美，而在于珍视每一刻流动的创造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